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我们来讲火星上的失落文明遗迹。在数百万年前呢，我们太阳系中曾经有一颗巨大的行星，名叫马尔代克。那马尔代克呢，是有一颗巨大的卫星的，上面呢可以维持生命，它温暖宜人，有海洋和大气。在那颗卫星上，一个巨人文明建造了金字塔、纪念碑和宏伟的城市。他们创建了智能的机器呢，来为这个马尔代克开采资源，但这些机器人最后进化了。反过来呢，攻击他们的主人，并宣称呢，马尔代克归他们所有。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呢，持续了数代。最终呢，马尔代克文明呢，建造了一个强大到足以摧毁所有机械的武器。最后，武器奏效了，但是效果太好了，爆炸摧毁了马尔代克。随着他们的星球四分五裂成数十亿个碎片之后呢，马尔代克族的卫星呢，随波逐流。很快呢，大气层消失了，海洋冻结了，地表变成了尘埃，他们的文明崩溃了。马尔代克称他们的卫星叫什么？但是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我们称它为火星。故事呢就始于2022年，演员特伦斯·霍华德呢就出现在了乔罗根体验的一个博客之中，他就说了一些让主流科学家非常不舒服的话。他声称呢 NASA 关于行星如何形成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尼尔·德格拉斯·泰森和其他的几位专家立刻就对他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呢霍华德只是一个提出荒谬理论的名人。但问题是，一些受到尊敬的科学家却在100多年前就已经说过了同样的话。那为了解释行星是如何形成的呢 ？NASA 教授的呢只是吸积模型。他们就说，恒星形成之后呢，剩余的尘埃和气体就开始聚集，这些被称为星子的团块呢，就像滚下雪山的那个雪球一样，逐渐的呢就聚集的越来越多的物质，最终它们形成了行星。听起来呢是很合理的，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是这么学的。但是在这里面是存在严重的 bug 和问题的。早期的太阳系呢是爆裂而混乱的，物体呢是以每秒2英里的速度在移动，这几乎是每小时45000英里的速度。那在那种速度之下碰撞呢，不会形成大块的岩石的，它们会被撞成尘埃的呀。然而 NASA 却说，这些粒子不知道何故呢，却持续的粘合在了一起。一位叫做汤姆·范·弗兰德恩的博士呢，在美国的海军天文台花了20年的时间呢，他计算了行星的轨道，他亲眼看到了这些矛盾。希级模型呢是无法解释他在数据中看到的一切的。于是这个范弗莱德恩呢就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想法，他就说呢，行星不是由尘埃形成的，它们不是围绕着太阳的轨道形成的，它们是在太阳的内部而形成的。当太阳认为它们准备好了，这些行星呢就诞生了，就好像是太阳在孵化它们一样。范弗莱德恩博士呢，他拥有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的海军天文台工作了20多年。他的工作呢是精确计算行星在任何的定时定刻的位置，精准到0点几秒，所以军方是需要这种精准度来导航的，比如说卫星定位以及一些机密行动。他的理论是这样的，就是45亿年前呢，太阳并不平静，它们旋转得很快，太快了。当一颗恒星旋转过快的时候呢，它就会累积一种叫做角动量的东西，这是旋转能量的宇宙版本，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自转嘛。但考虑到了质量因素呢，而太阳的自转和质量呢都过于大而无法维持，它必须释放掉一部分，而不是逐渐的增加嘛。所以太阳将超高温等离子体喷射到了太空之中，这些呢就是巨大的等离子团体，它们是数百万英里宽，从它们的母恒星身边旋转出去。当这些等离子的球呢冷却的时候，它们就逐渐凝结成了一些行星。这就解释了希级模型无法解释的一切。为什么行星在同一个平面上在运行呢？它们都来自于太阳的赤道。那为什么它们拥有角动量呢？因为它们在旋转出恒星时就带走了它。那为什么热木星是存在的呢？因为有些行星呢只是没有离家那么远而已。弗兰德恩博士还注意到其他的一些事情，他就说行星似乎呢还都是成对诞生的。比如说地球和金星呢大小几乎相同，那木星和土星呢都是气态行星，甚至它们的位置呢也都遵循着一种模式，它们的轨道彼此之间是存在着特定比例的，数学上也行得通。但我们的太阳系中的一些行星是没有伴侣的呀，比如说水星的轨道完全不对劲，冥王星呢更像是一颗被捕获的卫星，而不是一颗行星。所以说火星才是真正的问题嘛，一个是它太小，还有就是它轨道错误，还有就是它的密度错误，它不符合这个弗兰德恩博士能够找到的任何模式。就在那个时候呢，弗兰德恩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他就说呢，火星不是一颗未能遵循规则的行星，它其实只是一颗卫星而已，一颗来自于数百万年前被摧毁的行星的卫星。那颗行星呢叫马尔代克。博士还说呢，马尔代克行星的大部分其实是被蒸发了，但并非是全部被蒸发，有许多的碎片仍然还留在马尔代克曾经存在的那同一轨道上。
我们居然把这一片碎片呢称之为小行星带。在1766年呢，一名叫做约翰提蒂乌斯的德国数学家呢，在玩弄数字的时候呢，发现我们的太阳系是有一些奇怪之处的，行星并不是随机散布的，它们都遵循着一个数学的模式。他就说呢，它们的运作方式是从距离太阳 0.4 个天文单位开始的，一个天文单位呢就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所以你取 0.4， 然后每增加一颗行星呢，距离就加倍，这个序列就完美的预测了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和土星的轨道。当另一个德国的天文学家约翰伯德呢，在1772年发表这个公式的时候呢，伯德定律预测了所有6颗已知行星的轨道都在数学所说的应该的位置。但这个公式还预测了另一件事情，就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间距离太阳精确的 2.8 个天文单位的地方，应该还有一颗行星存在一颗比较大的行星才对那么这颗介于火星和木星之间失踪的行星去了哪里了呢？在1801年的元旦呢，意大利的天文学家朱塞佩皮亚奇就发现了一些东西。他说他发现一个小型的天体呢，在 2.77 个天文单位的轨道上运行，几乎正好是伯德定律所说的失踪的那颗行星应该所在的位置。他将其命名为谷神星。但谷神星非常小直径不到600英里。然后天文学家就发现了智神星、灶神星，接着就是昏神星，越来越多。到1850年呢，他们已经在同一区域发现了13个天体。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在该区域呢，是有数百万颗岩石在其轨道上运行的，我们都称之为小行星带。现在一些科学家说这些只是残留的建筑材料，从未形成行星的碎片。但一名叫做维尔汉姆·奥尔伯斯的德国天文学家呢，有不同的想法。他说，如果那里真的形成了一颗行星，如果是有什么东西摧毁了它呢？他甚至还给这颗假想的行星起了一个名字呢，叫皮顿。这个名字是取自希腊神话中失去太阳战车的控制权，差点摧毁地球的一个神。当批判者指出这个小行星带的质量不足以构成一颗完整的行星的时候呢，这个奥尔伯斯呢，他就说如果一颗行星在真空之中爆炸，大部分的碎片是不会留下来的，碎片呢会达到一些逃逸的速度，所以有一些会坠入太阳，有一些会坠入深空，有一些会蒸发。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也许就是原始质量的只有 5% 而已，正是你所期望的从一颗被摧毁的巨大行星中找到的那一点碎片。在1846年呢，海王星被发现的时候，它也根本不符合伯德定律。批评者就说这个伯德定律都只是巧合罢了。但是弗莱德恩博士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就说海王星的轨道并没有错，它只是被改变了。他说天王星是侧着自转，而冥王星呢轨道则是斜着不稳定。这些异常呢并非是随机的，它们呢都是伤痕的代表，是太阳系的一场古老灾难的遗迹。只有一件事情强大到足以做到这一点呢，才可以这样。他说那就是整个行星的一个猛烈瞬时的毁灭发生了之后才导致他们这样。他还说这些都可以从数学、模式、碎片这其中解释这一切。而伯德定律根本就没有错，他说。所以弗莱德恩呢就相信曾经有一颗巨大的行星是在那个小行星带那个位置的，而且它现在已经消失了。他呢可以证明这一点。弗莱德恩需要证据证明太阳系中曾经有行星爆炸，他在最奇怪的地方还找到了它。在20世纪80年代呢，他说苏联的军事实验之中，苏联当时正在轨道上测试反卫星武器，当时的美国人显然也在监视嘛，然后他们就看到了奇怪的事情。他说当一颗卫星爆炸的时候碎片并没有随机散布，较小的碎片开始围绕着较大的碎片运行，就像是微小的卫星围绕着行星运行一样。而弗兰德恩看到这个心想，卫星会这样运行，那么当一颗完整的行星爆炸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山一样大小的碎片就会飞出去，周围会围绕着较小的行星碎片。从地球上看呢，这些碎片看起来就像彗星一样。那大的碎片呢是彗星核，而围绕运行的小碎片呢就成了彗星尾。但问题是，如果彗星真的来自于一颗爆炸的行星那么其中一些应该是拥有真正的卫星的。也就是说，围绕主彗星运行的小岩石呢，不仅仅应该是尘埃，而是真实坚固的物体。当弗兰德恩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呢，其他的科学家都笑了，甚至有人公开打赌说永远不会发现有伴侣的彗星。然后呢，海尔波普彗星就在1995年出现了。这颗彗星呢，当时就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一个天体，每个人当时都在观察它。在1966年11月呢，业余的天文学家查克施雷米克呢就拍摄了一张照片，他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这个彗星附近居然有一个明亮的天体，看起来呢，海尔波普彗星居然是有一个伴侣的。然后互联网当时就炸了锅嘛，什么世界末日预言政府掩盖你能想象的都有。所以这就足以说明嘛，专业的天文学家检查的那张施雷米克的照片说那个不明飞行物只是一颗背景的恒星的结案说明他们错了。不仅仅海尔波普彗星，
就连这个伽利略号的探测器也发现了一颗卫星呢，环绕着一些小行星，它会和这个近地的小行星汇合。因为小行星的周围，他们发现了异常的吸引力，一些巨大的事情呢正在发生，并隐藏在其中。在1944年呢，当梅苏克列维9号彗星撞击木星时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物体，它是21个碎片一起撞击，像一串断裂的项链一样，一起来到了木星的上面。所以弗兰德恩博士呢，他是对的。他说这些呢不是随机的太空岩石，它们应该是更大事件发生的证据，是指向一个仍然被破碎太阳系所伤痕累累的物体的证据。于是呢，这个证据就指向了火星。当弗兰德恩遇到理查德霍格伦的时候呢，他们就意识到彼此的理论竟然是完美的契合。弗兰德恩有一个爆炸的行星，而霍格伦呢在火星上发现了一个死去的文明，两者结合起来呢，一幅完整的画面呢就浮现在了眼前。两个人都注意到火星的行为根本就不像一颗行星，它的轨道更像是椭圆形而非圆形，其质量与它距离太阳的距离相比太小，大约只有地球质量的11%。事实上，这颗行星的谜团应该比你想象的还要多。从太空中看火星呢，你会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这被称之为火星的二元性。北半球呢，居然是平坦光滑的，是个平原，而上面呢是覆盖着看起来像干涩河床的地貌，几乎一片宁静。而南半球则是一片灾难，随处可见陨石坑、山脉、崎岖的地形，而且不知道为何呢，南半球的地壳呢比北半球厚了20英里，整整20英里，这绝非是自然的侵蚀，就像是有人把一层碎鸡蛋壳呢贴在了这个行星的一半之上。不仅如此呢，南半球比北半球还古老得多，足足早了20亿年。再来看看火星上的那个火山嘛，奥林匹斯山是太阳系中最大的火山，它比珠穆朗玛峰高出3倍，它坐落在所谓的塔尔西斯隆起上，这是火星地壳上一个巨大的隆起。而在火星的另一侧呢，正对着它的地方还有一个隆起，叫阿拉伯台地。这两个隆起呢相距180度，看起来呢不像是随机形成的。这正是卫星被潮汐锁定在母星行星上会发生的情况呀。而引力会产生出这些潮汐的隆起，就像是我们的月球在地球上产生海洋的潮汐是一样的呀。只不过这些隆起是永久性的，而且呢是由岩石构成的。所以我们在木星的卫星欧罗巴和伊奥，还有土星的卫星泰坦和恩克拉多斯以及海王星的特里顿和天王星的米兰达上都看到了这种潮汐的效应，同样的隆起，同样的潮汐力。所以说，如果火星是马尔代克的卫星，它就应该是被潮汐所锁定的。那同一面总是朝向着那个马尔代克的巨大行星就像我们的月球一样。而且呢，马尔代克的引力还会做另一件事情，它会把火星的海洋呢拉成一个特定的模式。所以理查德霍格伦就追溯到了这些古老海洋在数百万年来可能流经的路径。水呢会以顺时针的环境环绕火星流动，当两个巨大的海洋系统在赤道汇合的时候，彼此研磨，越刻越深。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那条被暴力雕刻出来的峡谷称之为了水手谷。那是一个长达2500英里、深达4英里的峡谷系统。我们地球上的大峡谷不过是火星上这个水手谷的一个小小分支中的一个婴儿峡谷罢了。而且呢 ，NASA 是无法解释它如何形成。如果火星有双生海洋被马尔代克的引力所固定，并在那个确切的位置研磨了数百万年，那么这个峡谷呢，现在就完全说得通。当这个理论首次被提出的时候呢，主流科学界就说如果火星上有水，那也不应该是很多结果证明他们错了。火星曾被广阔的海洋所覆盖。以前呢，有个也讲过各种火星的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弗兰德恩博士的行星爆炸理论呢，就解释了许多关于太阳系的谜团。而霍伦格的火星古老文明呢，解释了那些纪念碑。两者结合起来呢，就描绘了一颗活生生的卫星围绕着一颗活生生的行星运行的景象。然后突然有一天呢，一切都以暴力告终。就像之前宇哥讲的那个火星上的人面像它是位于塞多尼亚地区的。霍格伦就认为呢，它被建造为是一个纪念碑或者是一个警告，是少数的幸存者呢，在他们的世界毁灭之前用石头刻下的信息。现在呢，约翰布兰登堡博士就认为他知道这些火星人幸存了什么，他认为他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说这些火星人呢，发生了一场核战争。因为约翰布兰登堡博士呢，他是一名等离子物理学家，他从事国防项目，他的工作呢是理解核武器，他如何工作以及他会留下什么。当他研究 NASA 任务的火星数据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他就发现火星的表面的异常的高浓度的氙129，然而在地球上这种同位素仅来自于一个地方，就是核裂变，不是火山活动，不是宇宙辐射，而是核爆炸。那这些浓度在两个地点居然最高，
也就是火星上那个人面像所在的塞多尼亚地区，以及一个叫做加拉克西厄斯混沌的一个区域。那两个地方的氙含量呢，居然比太阳系的其他任何地方都高出2倍半。产生如此大量的氙129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大规模的核爆炸了。所以布兰登堡屿2014年就发表了他的发现，而科学界的反应正如你所料到的那样，他们忽视了他，大家都认为他是疯子，说他看到了不存在的模式。但是布兰登堡呢，并不是第一个提出火星在核战争中毁灭理论的人。多年前，这个理论出现在一个最不可能的地方，就是在一本漫画书之中。在1958年呢，漫画传奇人物杰克·科比创作了一本名为《火星上的脸》的故事。这比 NASA 的那个维京探测器拍摄到真实的火星上的人脸早了18年。在科比的这个漫画故事中宇航员落到了火星之上，发现了一张巨大的石脸，其中一个人爬进去从眼睛里掉了下去，并产生了一些幻象。他说他看到了活着的火星，一个和平的巨人种族呢，建造了伟大的城市。这些巨人呢，创造了智能的机器人来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机器人最后进化了，他们变成了人工智能，他们变得有自我的意识，他们要求平等。当巨人拒绝的时候呢，战争爆发了。战争持续了几代人，最终呢，巨人种族建造了一种末日武器，并将其瞄准了机器人的整个世界，一颗介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行星。于是呢，武器奏效了，行星爆炸了。但爆炸呢，也剥去了火星的大气层，几乎杀死了所有人。幸存的巨人呢，就雕刻了这张火星的塞多尼亚地区的脸作为警告，然后呢，他们潜入了地下，等待死亡。我记得之前我讲那个西门计划的时候呢，麦克莫尼格遥视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当时测试他的人只给他了一组坐标，别无他物。莫尼格呢，就在那些坐标上就看到了一些人形的生物。他说他们非常高大巨大的城市文明，但是他们的文明呢正在消亡，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然后这个莫尼格就从他的遥视中恍惚醒来。醒来之后呢，他查了这个坐标点居然来自于火星，而他所看到的呢是火星发生的公元前100万年前的事情。所以这个科比的漫画故事呢，是纯粹的虚构吗？还是说他在幻象中看到了什么？因为他在1958年的漫画上描绘了火星上的核战争，一颗核爆炸的行星形成了小行星带，以及幸存者呢建造了纪念碑。所有的这些元素都是跟这个范弗莱德恩、霍伦格以及布兰登堡博士在几十年后他们所提出的理论相结合的呀，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但布兰登堡的理论呢，有一个黑暗的转折。他自己认为核爆炸并非是来自于火星人，他认为这是一种来自于火星之外宇宙深处的别处的一个攻击，有人或者是有某种外星人想让火星毁灭，无论那是什么呢，他们成功了，而火星呢，仅仅只是个开始。于是弗兰德恩博士呢，于2009年的1月孤独的去世。他的行星爆炸理论呢，被主流的科学界驳回了，他们称他为怪人。他从未活着看到过火星上水的确认，他也从未看到过月光潮汐特征被证实，他从未知道他对小行星带的所有的预测呢，居然都被证实。他死的时候呢，以为自己失败了。无论是什么摧毁了那些行星比如说自然灾害、核战争，还是其他什么自然机制，其实它仍然存在。因为我们不特殊嘛，我们也可能会是下一个呀。因为宜居带中的3颗行星是金星、地球、火星，一颗呢已经死亡，一颗正在消亡，另一颗呢假装一切都很好。我们现在正在寻找外星人，因为我们不想孤独，但也许我们找错了地方，也许外星人一直都在这里，他们就住在火星上，建造了纪念碑，创建了文明，然后他们消失了。那火星上的人面像呢，可能是他们最后的讯息，一个刻在石头上的警告。但是呢，我们无法解读，或者说我们不愿意解读，我们说它不存在。现在呢 NASA 知道这个故事，他们有数据，每次火星任务呢都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向我们展示经过 P 图的红色日落的古老河床的火星照片，这些呢宇哥有一集也讲过嘛，可能他们是把我们当做了受精的孩子，他们不认为我们有能力呢承受万物皆有终始的残酷事实，包括我们的星球嘛。所以他们认为呢，承受这一点呢，有可能会引起全球的混乱，所以他们有可能说对了。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